家居馆啊，试营业已经1周了，成绩单非常的漂亮。在座的各位啊，这阵子齐心协力、加班加点的，你们的拼搏有目共睹。来，我敬大家，尤其我要敬一下我们的南总。你是这个项目的发起人和灵魂人物，所以今天我要特别的敬你。哪有？要谢谢您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，我敬您。我还要敬团队里每个小伙伴，大家都特别棒，大家辛苦了啊，爱你们！谢谢大家。错题集上的题要保证每一道题都不会再错，不能因为粗心而丢分。还有爸爸说的那个公式，你都给我背熟了，啊！选择题实在不行就用爸爸教你那个排除法，蒙也能蒙对几道，知道了吗？啊，知道了。啊，解题都是有那个什么玩意儿套什么呀？有套路的。你怎么教他这个呀？啊，这就是你的长线教育方针啊！夏老师，你这个很急功近利啊！哎，不要听爸爸的，不要听爸爸的。我还记得考试的时候，我们那会儿上学啊，3长1短选最短，3短1长选最长，参差不齐就选 C， 长短一致就选 B， 对吧？没事，妈，你怎么喝那么多酒？我高兴啊！家居馆一举成功，总裁请我庆功。哎呦，这把我表妹表示感谢，忙了这么长时间，终于没白忙了。为了父母，高兴。我准备了好酒，咱俩。我要陪黄油学习呢。哎呀，不差这一天，妈咪给放假休息一天。人家月底要考试呢。不是高兴有喜事吗？又不差这一天。我们时间很宝贵，好不好？我告诉你，夏老师，考试它不是目的，它只是一种考察手段，你明白吗？你教他什么蒙题啊，划重点，你这不自己骗自己吗？欢欢最近很努力，我们需要阶段性的成果，让他受到鼓舞。就是用这种蒙题的方式获得鼓舞，这个我怎么觉得有点饮鸩止渴的意思？我不这么认为。你怎么回事？你怎么这么凶啊？我花了那么多时间成本，我当然要成绩了。我怎么觉得你今天有点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？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怎么家吃了火药？我就是不喜欢你这随口一说。啊，行了，你牛，你厉害，这你对，你全对。你去洗澡去吧。没劲。把鞋穿上。你小心别摔倒了啊！啊，你看我这样转一下，舒服一点啊。哎呀，好了，我舒服多了。啊，好。哎呀，老这么躺着肯定难受的呀。阿姨平时在家帮你翻的琴吗？琴啊，你当妈妈真的不错，做事又细心又勤快的，心地也善良。哦呦，你能看上的人可不多呀，我简直要替她泪流满面了。刚才我听到你们2个人干什么？喊上了？没有，我不高兴嘛，有喜事跟她分享，结果她一点都不替我高兴，说一句怼我一句，跟吃了火药似的。那人家天天在家里面也很辛苦的。我在公司我也不是度假呀。哎，他们领导今天来电话了，聊的时间挺长的。林主任聊什么了？好像是催他回去复工吧。那人家也是有事业心的人，正是被我们这些老的小的给绊住，成天围着锅台转，人家心里面急，说话冲点儿，你得理解，听见没有？不能喝酒，我一喝酒我就嘚瑟，该说的不该说的胡乱说一气。
想说就再删。哎呦，22世纪离咱们这么近，说是试营业，这才3天，客人就全跑他们这边去了。咱们柜台一天都没几个人，真是气人。现在的人都喜欢跟风，恐怕就是虚假繁荣。来，田经理。哎，魏经理，田经理。哎，怎么？今天来检查我们工作呀？哎，不敢。哎呦，魏经理，这面色红润、印堂发亮的，还真是人逢喜事精神爽啊！同喜同喜。同不了，我们高攀不起。你呀，还是那个脾气。这家具馆试营业一炮打响，南丽的位子可是妥妥的了。我就搞不懂了，你跟他较过什么劲？就坐稳了。十拿9稳，你看这阵势，你看看。我商场还有点事，先走了啊。啊，魏经理再见。再见，不送了，田经理。田经理，他们南总如果真的作证了，对咱们100很不利啊。怕什么？有本事撤柜啊！家里钱不够花了？够的。泽树又开 VIP 班，自由进不去了？没有。那你这无事献殷勤、非奸即盗的，我没那么容易上套啊。都知道非奸即盗了，你还装什么呀你？给点提示。给你点颜色，你就开了。哎呀，这才像你吗？我喜欢老婆。我有一点小小的要求，不难办到的。说来听听。你跟夏君山不是关系很好吗？我是觉得吧，你们要不要多走动走动？比如说一起约着吃个饭什么的，最好是能捎带着家属。哎呀，你说你这何苦呢？当初让你露着点脾气，你搂不住，那回头又去找我，你早干嘛去了？你来劲是不是你？那能怪我吗？还不是他先推了我妈。那你就跟他硬到底呗。我为了什么呀？我还不是为了咱们这个家呀。你要是跟夏君山一样关心老婆、照顾孩子，我还需要这么累吗？哎呀，老婆，你看，我也没说不去，不就随口一说吗？哎，不过我觉得啊，这个约饭有点刻意。你看这么些年啊，除了在老爷子家，咱什么时候单独约过饭呢？倒是啊。我觉得这事儿得这么办。回头啊，我帮您跟夏君山探探口风，回旋一下，再帮你说点软话。哎，你放心吧，我跟山哥那关系像亲兄弟似的。哼。
90分，你这进步这么多啊！我下次还能考更高分呢！恭喜恭喜恭喜！看看米桃考多少分？哇，米桃100分啊！谢谢米桃给我们提供了标准答案来对照。干杯！还有附加题呢，这附加题怎么就得了5分啊？卢老师说附加题是不计入总分的。你知道吧？以前好多题都不会，结果这次居然全对，我真的太开心了，你知道吗？附加题呢，只是作为课内的延伸，不做强求的。欢欢这次能考到90分，进步已经很明显了。哎，卢老师，那班里其他同学30分的附加题完成的怎么样啊？有些同学是想拼翰林嘛，欢欢直升风帆，不用在意附加题的。考到600分以上的孩子怎么这么多呀？这下好啦，欢欢学习进步了，还当了10周年生日会小主持人，足够他重建信心的了。你也可以放心回去上班了。这心恐怕没那么容易放得下。考得挺好的嘛。我后来去找了那卢老师，了解了一下这次考试的整体情况。满分是100分没错，但是90分以下的根本没几个。这次卷子出的这么简单吗？关键是30分的附加题，欢欢只得了5分，而班里其他同学大部分都是20分以上。这其他同学这么厉害啊？我问老师同样的问题，他说其他同学有拼翰林的需要，所以拼的比我们早，学的比我们深。课堂上的内容我们是决心，人家早就是在复习了，我们是在补课，人家是在培优。那学校迎合这种需求吗？那倒也不是，老师说了，这个在基础之上增加点难度是允许的，尤其是到5年级增加点难度，又是以这个附加题的形式，没问题。那没事儿，反正我们又不上翰林。你怎么就这么确定呢？咱们不是都说好了吗？直接考虑升风帆，这样那些什么面谈啊、杯赛啊、什么校考就不用考虑了，也不用管那些什么附加题了，只要帮欢欢把基础打好了就行。我后来去翰林门口看了喜报，回来又查了一些去年的数据。风帆去年考上重点高中的录取率跟翰林比，那差的不是一星半点儿。哎呀，欢欢还小，才5年级，离中考还远着呢。但是离小升初不远了，你中考考得怎么样，取决于你读什么样的初中啊。欢欢又不是一定非要去重点高中，以他的资质进普通高中没问题的。风帆去年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是61%，我说的是普通高中啊，那其他39%呢？你有想过吗？你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吓一跳。你说哪个家长觉得自己家孩子差？凭什么你家孩子就不是那39%的？反正以欢欢现在的学习成绩，我不敢打这包票。那你的意思是让欢欢现在拼翰林？哎，如果欢欢连61%都挤不进去，他硬着头皮挤进了翰林，那不是掉在尾巴上吗？再说了，翰林也不是什么保险箱，一进去跟吃了什么灵丹妙药似的啊，包进众高啊。那当父母的总得想办法帮欢欢吧？你甘心吗？反正我不甘心。你怎么好像今天有点急躁啊？回去吧，咱们该睡了。
子吗？我是你妈啊，我对你很了解的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妈，欢欢、超超都睡了，您也早点休息。夏金山，过来，坐一会儿。一个晚上，我没见你们俩说话啊，吵架了？我就是想不通啊！你说欢欢这次考得挺好的了，还不满足，又拿翰林的标准比，当初我们对他的要求不是这样的呀。家的孩子确实不需要这么逼他。那丽丽小的时候上的就是对口直升的初中雅德，结果也是考上了名牌大学。妈，别说20年前了，就是2年前，跟现在的教育形势也是大不一样的。有什么不一样啊？哎，那陆阿姨的那孙子，上的是雅德初中，说考得特别好啊，啊？不是那夏群山这，你拿手机查一下，查一下，我们先了解一下。好了，你就这样。雅德中学还真不错，全员数据，中考升学率全区排第5的，而且是无差别生源哦。真的应该拓展一下思路，不要只局限在风帆和翰林。雅德是一个很好的折中方案。雅德是要看户口和房子所在片区的，你就算再怎么好，你不对口也没用啊。是啊。哎，你们的房子不在那个学区，老头子的房子不在那边吗？户口直接迁进去，不就可以上学了吗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！而且那个片区的小学也不错，超超能上一个比风帆更好的小学。如果雅德真能轻松阳光的，升学率还那么高，说明他们一定有一套特殊的教育方法。这能给欢欢省多少时间呀？大人孩子都不用紧张了。你说呢？他是孩子的外公，他应该的，户口迁进去。哎，我觉得还是明天去雅德看看什么情况吧。毕竟这么多年过去了，说不定他也鸡血了。这不难，这不难。那个陆阿姨说是跟他们学校认识，那个托他一下，问问他能不能约一下他们领导，你们跟他们见一面不就完了？就是啊，你还算校友呢，校方还能不欢迎校友回来啊？行。好了好了好了，你是98还是99届的？98年毕业的，这一晃都快20年了。是啊，我是后来才调过来的。你们班主任叶老师啊，还记得你，说你是他的得意门生啊。真的啊。同学们在起稿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轮廓外形，已经在画这个五官的时候要注意它的3庭五眼。这是绘画班，好多孩子都学了5、6年了。美院的老师经常来指导，对他们的评价很高。这是我们学校的铜管乐队，是很有历史的，多次在全国和全省的比赛当中拿到名次。我们这个舞蹈班爆满。我们几年前啊，就把这一层的教室都腾出来，作为活动室，给孩子们用来发展他们的课外兴趣爱好。那么多课外课不会影响学习吗？我们学校有一个没有官宣，但大家都达成一个共识，就是叫7分学习原则。7分学习，就是让孩子们啊，把70%的精力放在学习上，另外30%呢，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初3学生也这样啊？对，当然，我们是希望孩子们能把100%的精力放在学习上，但这不现实嘛。我们成年人都未必能做到，所以70%对他们来说是很高的要求。当然，他们要学习的时候是心无旁骛的学，玩的时候好好的玩。
好。那要是玩疯了心怎么办呀？这可能性是有，但未必是负面的。他们有了喘息的时间，有了暂时把学习放一放的机会，能从自己喜欢的、感兴趣的事情当中吸取营养，这样才能更有动力嘛。我们相信热爱生活才能热爱学习，而学习最终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他们一生都热爱生活。热爱生活才能热爱学习，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一生都热爱生活。你听听这话说的多有水平，这种感觉就像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很久，突然发现了光，找到大部队了，简直是相见恨晚呢。你对他们的理念有什么质疑吗？那倒也没有，中考成绩摆在那儿，而且这些小孩轻松愉快的表现也不是假的。那么好了，一拍即合啊！不是，你怎么想的那么简单呢？你指的哪方面？那房子是我爸的，而且现在房价那么高，那户口哪是轻飘飘说签就签的？再说，刚刚撕破脸，现在去开口跟他说这个，不是你是真没意识到这一点，还是在逃避啊？这以前呢是没怎么留意，后来仔细查了数据之后，还真吓了一跳。我一直觉得，我们身边的朋友、同事什么的，本科是基本学历，硕士、博士也不在少数。怎么小孩子竟然有40%上不了普通高中的？这就是幸存者偏差，60%上普通高中。我觉得这个数字都太乐观了，而且在咱们这个区，如果连个区重点都上不了，一本普通大学都很费劲。这就是我们这代人的困扰。我们的孩子很有可能将来考不进我们自己的母校。9点了，你怎么还不上班啊？最近没那么忙，总裁关怀特批的。不忙了，关怀了。忙的时候火上房，一个电话就把你叫走。职场嘛，不都这样吗？很正常的。这就是我的工作。夏君山呢？啊，他送孩子，顺路买菜去了。他回来我就走。哎，上一次你们去了雅德，怎么没听你们回来提起过啊？没下文啦？哎呀，那能有什么下文啊？学校嘛，也就那样，没有风帆好，不值得折腾一趟。那陆阿姨的孙子考得很好的。哎，哪个学校不出好学生啊？妈，你就别跟着操心了，好吗？你现在最重要的任务是把腰伤先养好啊，听话。徐师傅手艺可以呀。上次那事儿啊，挺不好意思的，也不知道你们家厉总还生不生气，搞得我都没敢上楼。哎呀，不至于，都过去了。这上一代的恩怨已经牵扯到他俩了，就别再搭上咱俩了。哎呀，
田玉兰的性格你也知道，她就那样，其实回去的她也后悔，真的，她就是嘴比脑子都快。哎呀，画个画说上了，没什么恶意。我呢，替她给你们2个赔个不是，好不好？不用不用，我们家丽丽也就是刀子嘴豆腐心。那过了，过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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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过，话说回来啊，对孩子这方面，我真挺佩服你的。真的，田雨岚也总说让我跟你学习，说你是我成长路上的标杆。啊，我也想学啊，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学。哎，哥们儿，我提醒你一下啊，你真的不能继续当甩手掌柜啊！夫妻就是队友，一个轻松了，另外一个肯定得累。不是我想当甩手掌柜，哎，我只是觉得，你说孩子小学这个年纪段，就那点事儿弄得鸡翅白脸的，有必要吗？可是现在这个趋势，哪个家长能淡定得了啊？今天又换地方了，上车别问地方，拉你去哪儿就去哪儿。老师今天讲的这些都要记在脑子里啊，特别是你，回去都好好复习。今天咱们课就讲到这儿，下课了啊。水水啊！今天写完写的怎么样？记住了吗？老师教的记住了，回去好好写啊。老师，我有点事儿问您，您跟我聊2句。就这样聊吧。我想问问我们家严子悠的学习情况，您觉得他今年择数杯能拿1等奖吗？严子悠呢，还算蛮用功的，领悟能力也不错，但是他这个比赛的临场发挥啊，还有待加强。老师您可太神了，他就是这样的，前2次参加择数杯不是发烧就是拉肚子，都没考好。另外呢，他这个基础啊，打得还不够扎实，所以1等奖啊，还是有困难的。争取2等奖吧。老师您没说错吧？我们家子悠的基础还不够扎实吗？他从1年级开始就是班上的前3名，尤其是奥数，一直在外面都在上课，从来没停过。哦，前段时间那个校内测试，我们还拿了个满分呢。你问我，我就如实回答。至于你信不信呢，那是你的问题。谢谢啊，老师。啊，我们走了。嗯。他就是随便说说，你就随便听听。他是诸葛亮啊，什么都算得清楚啊。啊，不过学你还是要好好学的啊。孩子们睡了？睡了。今天幼儿组的格外乖巧，加10分。老年组在这抱怨，天天躺着闷坏了，陪他说了一会儿话。我看他恢复的挺好，快熬出头了。你干嘛呢？来，这什么呀？点了外卖，好吃的。穷奢极欲啊，夏老师。我这哪儿吃过饭了？这么一看好像没吃。来。哎呀，碰一下。哎呀，太丰盛了，这大晚上的。难得咱俩有个独处的时间，好好过夜。这事儿啊，就算我爸答应，蔡菊英也不会同意。不是你这话题切换的也太快了，我准备半天的暖场词毫无用武之地了。我这不懂事儿吗？直接搬个梯子给你啊！我了解过了，本市所谓的学区就是要人户一致，简单的说就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跟孩子在同一户籍，并且他们都是房屋的产权人。就是孩子要上这个学校，那他的户口和房子必须是对口片区的。哎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所以我准备了2套方案，你要不要听听？说。第一，
咱们低价买下爸爸的房子，房本上写咱俩名字，把孩子户口迁进去，等孩子入学以后再原价把房子卖回给爸。这是常规操作呀。第二种呢？第二种，外公分房子的产权给孩子们，孩子们的名字就可以写在户口本和房产证上，这样也可以入学。第二种比第一种方便很多。买房子户口上写名字这都很容易，到了还房子去掉名字的时候，不怕人家觉得在耍赖呀？咱俩不会耍赖，我们可以签协议，付他们点押金，去公证都行。我们给他们点补偿。哎呦，这事儿也没法放台面上商量啊，也不是讨价还价的事儿，咱们主动提出一个补偿方案。这事儿啊，要么我爸不同意，如果他同意，他不会接受什么补偿的，那不成了跟儿孙做生意了吗？我们不是为了表决心吗？我们肯定对爸的房子没有觊觎之心啊。我看这架势，势在必得啦。丽丽，这不都是为孩子吗？俩孩子啊！要是我爸一个人住那儿还好说，这不还得关系内围的利益吗？这个口不是那么好开的。凡事都能商量嘛，你没事你怎么知道就不行啊？为了孩子，外公肯定能理解。那蔡阿姨也是当了外婆的人的。不行，我去找爸好好说说。这么大费周章，不就是希望我去开这口？血浓于水，肯定是亲闺女开口更合适啊。都是为了孩子啊，为了孩子。6成上普通高中，我觉得这个数字都太乐观了。风帆去年普通高中的录取率是61%，我说的是普通高中啊，那其他39%呢？你有想过吗？丽丽，这不都是为了孩子吗？俩孩子，超超还小，且不论，如果能进雅德，欢欢就相当于摆脱了排名、奥数、培训班的魔咒了，而且可以相对轻松度过整个义务教育阶段。哎，你在这儿有什么事吧？哦，没事。没事，这儿不能停车。哦，好，我马上走。舍不得孩子呀，就得舍得自己。来人了！来了来了！丽丽呀，你来啦！我丽丽来了，在花房呢，来啦！丽丽来了，哎，你坐，我给你换鞋。丽丽，哎，过来了啊！来，赶紧来屋里坐，屋里坐。换鞋，我洗个手，给你泡茶。哦，就是这个啊！哎，我们设计院楼下就那么一小铺，难得你还记得我喜欢吃这个。
你说奇怪不？这两天我还就想吃这个，你看想什么来什么。就这味儿，就这味儿。只此一家，别无分号。你也尝尝来。这里面有奶。没事，少吃点。你说姑娘大老远的专门给我跑一趟送这个来，啊，多有心。你不能吃乳制品吗？哎，能吃。没事。哎，你那个青肿消了啊？没事吧？哦，没事儿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那就好。好吃。哦，你们两个聊，我去做饭去啊。不用啊，我去做饭。啊，行，做饭吧。你少吃点。我再吃一块。怎么没带孩子来啊？啊，我下班直接就去设计院了，没回家。哦。再说，现在孩子们功课越来越紧了，别人都特别拼命，我们也不敢松懈。哎，欢欢这孩子那么优秀，我觉得你不用担心他。谁敢打这个包票啊？你不知道，大家拼的都红了眼了，生怕被落下，由不得谁淡定。也是啊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活法哦。哎呀，我以前就是因为太淡定了，这个大形势下，不可能再一直笃定。这做家长的嘛，总觉得好像没人家做的到位，怕把孩子给耽误了。哎呀，哎，那什么，你还是要多注意身体啊！你这岁数了，各项指标都容易高。你如果哪不舒服，一定要去医院，你不要怕麻烦，知道吗？知道。哎呀，其实像我这身体啊，就像一台用了几十年的老机器啊，你不管怎么保养，它就到时候了，就那样了。那保养总比不保养好啊。行，我知道。行了，我那个回去了。啊？回去啊？留下吃饭吧，我饭马上就好了。对呀，都到饭点不了，你就吃了。孩子们等我回去呢，下回吧。哦，家里有孩子，那行，我不留你啊。行，我走了啊，爸。哎，没事，你忙你厨房里，我送他。啊，行。我走了，爸啊。哎，你回去吧。慢点开车啊。好嘞，啊。哎，丽丽，你等我。丽丽啊，我怎么觉得你今儿个有点吞吞吐吐的，什么话没说透似的？你就是来给我送这么酥吗？其实还是为了孩子的事儿。你看，我就说过，你有什么话不能跟我说，你就说说呗。什么事儿？方案大致就是这样，我实在是没办法。我懂，选区房嘛。您那边，那张叔叔他们家，孙子一出生就把户口给迁过来了，说就是为了孩子未来上学的事儿。我明白。哎呀，
就是你那么冷不丁提出来，我是不是得商量商量？对，明白。啊，你们商量，你们商量。孩子上学的事儿，外公还是放心。那我替欢欢招招，谢谢你了。就你这话什么话？咱爷俩说这话干嘛？回去吧，走吧。爸，你回去吃饭吧。哎，别想这事儿，哎，你给我点时间就行。哎，爸，哎，你要是实在为难的话，就算了啊，我不想你为难。我心里有数，啊，最多1-2天，能快我则快，好不好？好了，安心开车啊。走。滴答嘟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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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滴答嘟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手。哭的笑的像个孩子似的，一点点消失，甜的咸的，好的坏的拥有才记得，当然是失去才会更深刻。恨不得含在嘴里怕化了，捧在手心怕掉了，不在意都是假的，在心里偷偷的计算着对的错的，都是放不下才执着。还好是自己走过，就会知取舍。时间慢慢悠悠，却从不停留。他知道什么都带不走，却从不强求。回忆胖胖瘦瘦，却从不忌口。他知道什么会总不够，也从不放